最近不少投资者心里都有点慌。纳斯达克科技股接连回调，英伟达又突然宣布发行250亿美元债券，很多人都在私下问 AI 泡沫是不是终于要破了？手握科技股的散户是不是该跑了？今天这期内容我们不跟着情绪走，直接扒开华尔街的底层定价数据，看懂英伟达这次发债的真实信号，避开散户最容易踩的情绪误区，同时理清当下板块轮动的资金流向。大家好，我是志行，这里不做投资建议，只和大家一起把市场背后的逻辑看清楚。先从大盘说起，我最近一直在用均线坡度工具跟踪纳斯达克100指数的走势，从当前的斜率来看，整体依然处于明确的上行趋势里，并没有出现趋势反转的信号。很多人会被单日的阴线影响判断，觉得跌2天就是行情结束。其实在强势趋势里，短期回调是很正常的走势，关键要看趋势核心的支撑有没有被破坏。判断趋势有没有反转，不要看日线的波动，要把周期拉长一点，看周线和月线级别的走势。短期的情绪涨跌很容易干扰判断，但大级别的趋势不会轻易改变。这里有个很容易被忽略的细节，就是指数内部的分化，不是所有科技股都在跌，也不是只有科技股在涨，资金正在板块之间做很明显的切换。打开非位子的板块热力图就能看得很清楚，当天半导体、科技硬件板块出现明显回调，但金融板块反而逆势走强，成为支撑大盘的重要力量。这种板块之间的跷跷板效应在牛市中期非常常见，资金不会一直堆在同一个赛道里，总会从估值高的地方流向估值还没完全修复的地方。除了科技和金融的轮动，当天油气板块也有异动，主要和伊朗局势的最新变化有关。地缘冲突会直接影响原油的供需预期，进而传导到油气板块的股价上。看待地缘事件对市场的影响，不要只看消息本身，更要看市场的定价反应。如果消息出来之后，板块没有走出预期中的行情，反而要小心利好兑现的可能。很多散户现在的注意力还全在 AI 科技股上，涨了就觉得牛市永恒，跌了就觉得泡沫破裂，反而看不到整个市场正在发生的结构性变化。而这周最牵动市场神经的事件，毫无疑问就是英伟达的250亿美元债券发行。这件事之所以争议这么大，是因为它太反常识了。谁都知道英伟达现在是美股最赚钱的公司之一，账面现金极其充裕，市值更是处在历史高位，完全不像缺钱的样子。时隔5年再次大规模发债，难免让人生疑。市场上马上就出现了2种极端声音，一种说英伟达肯定是现金流出问题了， AI 需求不及预期才要出来借钱。另一种说这是重大利好，说明英伟达要搞大动作。我反而觉得不用急着下结论，新闻通稿里的话都可以包装，真正有价值的信息藏在 SEC 披露的底层发行文件里，尤其是债券的息差定价。息差就是企业发债时比同期限美国国债多支付的利息，这个数字不是随便定的，是华尔街机构经过严格风险评估之后报出来的价格。企业的违约风险越高，机构要求的息差就越大，相当于市场给企业的信用打分。换句话说，息差就是华尔街用真金白银投出的信任票，比任何分析师的评级、任何媒体的报道都要来得真实可信。很多散户平时只看股票市场，很少关注债券市场，但实际上债券市场的机构投资者比股市更理性，定价也更精准，很多信号都比股市提前反映出来。这次英伟达发行的多期限债券息差区间只有20到65个基点，也就是比同期国债每年只多付 0.2% 到 0.65% 的利息。这个定价是什么水平？我们拿同行业的英特尔做个对比，英特尔同期发债的息差区间是75到130个基点，几乎是英伟达的2倍以上。要知道，英特尔也是半导体行业的老牌巨头，不是什么高风险的小企业。两者的息差差距直接反映了华尔街对2家公司未来风险的判断天差地别。我看完这份定价数据的第一反应是，英伟达现在的信用资质已经接近很多主权级别的评级了，华尔街根本不担心它还不上钱，反而把它当成了低风险的优质资产。这里有个很关键的误区，很多散户觉得发债就是公司没钱了，但对顶级优质企业来说，能拿到这么低的利息发债反而是能力的体现，是占市场的便宜。
现在市场利率环境下，能以不到1%的溢价拿到长期资金，对任何企业来说都是很划算的买卖。与其用自己账上的现金，不如用低成本的市场资金。所以从息差这个角度看，所谓的 AI 泡沫破裂的说法，在华尔街的真实定价面前，其实是站不住脚的。如果真的是泡沫要破，银行不可能给这么低的风险定价。搞清楚了定价的信号，接下来大家最关心的肯定是英伟达借这么多钱到底要用来做什么。我们先算一笔最基础的账，这次发行的250亿美元新债里，有大约75亿美元是计划用来偿还到期的旧债务。扣掉这部分，真正新增的可用资金大概在175亿美元左右。175亿美元不是小数目，足够支撑很多大动作。市场上也有各种各样的猜测，我们一个个拆开来看。最先被热议的是收购并购的可能性。现在整个 AI 行业正处在快速整合期，很多有技术优势的初创公司估值还没有被完全炒高，是并购的好时机。对英伟达这种体量的公司来说，自研不是万能的。很多细分领域的小团队有技术有产品，但缺资金缺渠道，被巨头收购之后反而能发挥更大的价值。比如之前 XI 收购 Cursor 的消息，就引发了很多联想。AI 工具、算力软件、上游核心材料都是英伟达可能布局的方向。通过并购补齐生态短板，比自己从零开始研发效率高得多。第二种可能性是用于股票回购。英伟达这几年盈利增长很快，净利润率维持在很高的水平。通过发债回购股票是美股很多优质公司常用的资本操作。在融资成本低于股权回报率的时候，用债券资金回购股票，既能优化股本结构，也能增厚每股收益，对长期股东来说是有利的。还有一种更容易被大家忽略的方向，就是扶持下游产业链。AI 算力的扩张不是英伟达一家就能完成的，下游的服务器组装、液冷系统、数据中心建设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。英伟达如果拿出一部分资金，以投资或者预付款的方式扶持核心供应商，既能加快产能释放的速度，也能深度绑定供应链，加固自己的行业壁垒。我个人的判断是，这笔资金不会只投在单一方向，更大的概率是做成一个灵活的资金池，并购、回购、产业布局都会覆盖，根据市场变化随时调整优先级。对现在的英伟达来说，手里多一笔低成本的长期资金，就多了很多战略主动权。不管是行业下行期的逆势扩张，还是上行期的提前布局，都有足够的底气。顺着这笔债券发行的链条往下捋，有一类机构是稳赚不赔的，就是负责这次发行的承销投行。高盛、摩根大通这些头部华尔街机构都是这次发债的主承销商。债券承销的手续费虽然比例不算特别高，但250亿美元的体量算下来也是一笔非常可观的收入，会直接计入这些投行的当期业绩。其实不止这一笔生意，今年以来美股市场的并购交易、企业发债、IPO 上市的活跃度都在明显回升，整个投行业务的景气度都在往上走。这也是最近金融板块持续走强的底层逻辑之一。很多人只看到银行股的利息收入，却忽略了投行业务回暖带来的业绩弹性。除了投行业务，银行的净息差压力今年也在逐步缓解，降息预期慢慢落地之后，银行的净息差会迎来修复，这也是金融板块基本面改善的另一个支撑。我观察到的一个信号是，跟踪美股金融板块的 XLF 最近几周的资金流入速度在明显加快，不少机构资金已经在悄悄布局这个方向。很多散户现在还在死磕科技股，涨了舍不得卖，跌了不敢补，反而错过了板块轮动带来的其他机会。市场从来不是只有一条主线，资金永远在寻找性价比更高的方向。当然，我不是说科技股就没有机会了， AI 的长期产业逻辑依然成立，只是短期来看，科技股的估值已经处在比较高的位置，而金融板块的估值修复才刚刚开始。不要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最热的赛道上，市场最热的地方往往也是预期最满、风险最高的地方，反而那些关注度不高但基本面正在悄悄改善的板块，性价比会更高。最后再聊一个最近很多人问的标的，就是 SpaceX。 最近关于它即将 IPO 的消息越来越多，很多散户都摩拳擦掌，觉得这是下一个必涨的明星股。我反而要给大家浇一点冷水，越是万众瞩目的 IPO， 上市初期的情绪溢价就越高。
所有人都看好的时候，股价往往已经提前透支了很多未来的预期。很多人买 IPO 买的是一种我抢到了的心理快感，而不是基于公司基本面的理性判断。这种情绪驱动的交易往往很容易买在高点。历史上太多明星公司上市当天冲到历史高点，然后就开启漫长的回调。不是公司不好，而是入场的价格太高了，高到需要很多年的业绩增长才能消化。太空探索这个赛道的长期价值我完全认可，但再好的赛道，再好的公司也要有合理的价格。盲目追高热门 IPO 是散户很容易踩的一个坑。我的建议是不用急着抢首发，等过段时间情绪冷却，估值回归到合理区间，再去认真研究它的基本面和长期价值，反而更容易拿到舒服的仓位。投资不是比谁进场更快，而是比谁活得更久，犯的错更少。在所有人都狂热的时候，多一点耐心，往往能避开很多不必要的风险。讲了这么多，也想听听大家的看法。你觉得英伟达这笔175亿的新增资金最主要会用在哪个方向？你更看好接下来科技股的延续行情，还是金融板块的估值修复？如果你也认同在嘈杂的市场里保持冷静判断的思路，可以订阅这个频道。后续我会继续拆解更多美股的底层资金逻辑，陪大家一起看懂市场的真实走向。最后还是要和大家强调，所有的分析都只是基于当前公开信息的个人判断，市场永远在变化，地缘冲突、政策调整、行业数据变化都可能打破现有的预期。今天这期内容只提供一个观察市场的角度，不构成任何形式的投资建议。每个人的风险承受能力、资金周期、仓位结构都不一样，最终的投资决策只能由你自己来做。